在大清朝刑部那间气氛肃杀、让人不寒而栗的审讯大堂上，此刻竟然并排跪着2个长相、名字，甚至连衣服档案都一模一样的朝廷7品知县。坐在主位上的刑部尚书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传证人！”堂门打开，2个颤颤巍巍、满头白发的老人被扶了进来。其中一个知县看见老人，当场嚎啕大哭，跪着爬了过去。而另一个原本气宇轩昂、大喊冤枉的知县，在看到这2位老人面孔的一瞬间，脸色惨白，整个人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他知道自己精心伪装剥在身上的这层死人皮，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扒了下来。为什么大清朝的公堂上会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官员？那个冒名顶替的杀人犯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坐上知县宝座的？故事得从半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黑夜说起。那是乾隆年间，南方一个穷苦出身的书生，名叫刘明高。他苦读了20年，终于考中了举人，并且通过了吏部的全选，被正式委任为北方某县的知县。接到委任状那天，刘明高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盘缠，又雇了一个贴身的书童，主仆2人高高兴兴地离开家乡，北上赴任。可刘明高怎么也想不到，他踏上的这条赴任之路根本不是什么青云路，而是一条早就为他量身定做的黄泉路。古代从南到北走驿道，坐马车，动辄就要走上1-2个月。这天傍晚，天降大雨，刘明高错过了宿营的驿站，主仆2人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正在荒野里发愁呢。忽然瞧见前方的树林深处隐隐约约亮着一盏灯火。走近了一瞧，是一间规模不大的荒野客栈。开客栈的是个满脸横肉的掌柜，瞧见有客人深夜冒雨前来，赶忙热情地迎了出来。刘明高当时累坏了，根本没多想，要了一间上房，吃了点热汤面，把装有官府委任状、印信档案的包裹死死抱在怀里，倒头便睡。然而到了后半夜，意外发生了。刘明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隔边房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就是重物倒地的声音，那声音分明是他那个贴身书童发出来的。刘明高吓得一激灵，翻身下床，可还没等他走到门口，房门砰的一声就被暴力踹开。月光底下，客栈掌柜手里拎着一把滴血的钢刀，身后还站着2个满脸杀气的伙计。刘明高脑子嗡的一声，他立刻明白了，自己这是进了黑店。可还没等他求饶，那掌柜的一言不发，举刀就砍。刘明高本能地往旁边一闪，刀锋贴着他的肩膀划过。这生死关头，刘明高也顾不上包裹和书童了，他拼了命地撞开窗户，整个人直接从2楼跌进了外面的暴雨夜色中。他在泥地里连滚带爬，借着大雨和黑夜的掩护，死里逃生，一路逃进了深山。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这就是个普通的强盗黑店，掌柜的无非是谋财害命，真举人命大逃走了，接下来他肯定要去官府报案，对不对？如果只是这样，那他也配不上大清第一惊天骗局的名号。刘明高在山里躲了2天2夜，饿得头晕眼花。等他终于逃到附近的一座大县城，找到当地的衙门准备报官时，他整个人都傻了。衙门门口
贴着告示，上面赫然写着：新任知县刘明高大人已于昨日顺利过境赴任。刘明高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自己才是刘明高，自己的委任状和官印都在黑店里被抢了，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刘明高已经去上任了？带着巨大的恐惧和疑惑，刘明高引姓名一路上乞讨，硬是摸到了自己原本该去上任的那个县城。当他混在看热闹的百姓堆里，偷偷朝县衙大堂里张望的时候，他的魂差点没飞出来。大堂的主位上正坐着一个身穿七品官服的年轻官员，那个官员正拿着惊堂木，威风凛凛的在审理案件，而那个官员身边站着的贴身师爷，竟然就是那天晚上提刀要杀他的黑店掌柜。更让刘明高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贾知县在堂上说话办公，对刘明高老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不仅背得出刘明高祖宗3代的名字，甚至连刘明高小时候得过什么病，老家有哪些亲戚，都说得一字不差。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剥皮顶替。原来这伙骗子根本不是普通的强盗，他们是一个极其庞大、分工明确的官场冒名集团。他们专门在官员赴任的必经之路上开设黑店，搜集落单读书人的情报。那天晚上，他们杀了刘明高的书童，抢走了所有的官府公文、档案和家书。随后，他们连夜严刑拷打那个快要死去的书童，把刘明高所有的生活习惯、家庭背景，甚至连说话的乡音细节全部掏了个干净。接着组织里一个长相斯文、读过几年书的骗子，穿上官服，拿着真公文，堂而皇之的当上了知县，而黑店掌柜则摇身一变，成了出谋划策的随从师爷。他们吃准了甄举人无权无势，公文丢了，空口白话去报官，根本没人信，甚至可能会被当成疯子或者诬告官员的罪犯直接打死。真刘明高站在台下，看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官位被一个杀人犯坐在屁股底下，他气得浑身发抖，但他知道自己现在上去喊冤，瞬间就会被假官乱棍打死，彻底灭口。于是这位真举人展现出了极高的隐忍和智慧，他没有冲动，而是再次悄悄退场。他知道地方上的官府很可能已经被这个贾知县用银子打点好了，要想翻案必须告御状，找能通天的大官。刘明高一路北上，来到了京城。通过多方打听，他得知当时担任刑部尚书的是清代著名的铁面老清官刘统勋。刘明高在大街上拦轿喊冤，终于把这份惊天血状递到了刘统勋的手里。刘统勋当了大半辈子的官，什么离奇案子没见过，但听完刘明高的陈述，这位刑部尚书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大清朝的官僚体系出了天大的漏洞，连朝廷委任的命官都能被江湖骗子替代。但刘统勋非常沉稳，他看着眼前这个叫花子一样的刘明高，冷冷地问了一句：公文在你身上丢了，大堂上坐着的那个官员证件齐全，你凭什么证明你才是真的刘明高？真。刘明高跪在地上磕头说：尚书大人，假人做的再真，他也变不成本事。我和他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他可以背得出我的档案，但他绝对过不了两关。第一是乡音老化，第二是我的亲生父母。刘统勋一听，心里有了底，他立刻上奏乾隆皇帝，
朝廷迅速派出钦差大臣，以雷霆之势将那个正在大堂上享福的贾知县和他的师爷连夜押解进京，进行终极对审。审讯的那天，刑部大堂上气氛肃杀，这就回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贾知县虽然穿着囚衣，但气宇轩昂，把刘明高的档案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在场的很多刑部官员都分不出真假。这时候，坐在主位上的刘统勋冷笑了一声，他没有审问案情，而是突然用南方的方言问了贾知县几个关于刘明高家乡极其偏僻、极其地道的市井俚语。贾知县一听，顿时愣住了。那些纸面上的档案里可没有记载这些地道的方言土话。贾知县支支吾吾，答非所问，而旁边的真刘明高则用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对答如流。贾知县的脸色瞬间就有些发白了。紧接着，刘统勋拍了一下惊堂木，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命人把刘明高远在南方老家的亲生父母请上了大堂。刘统勋早就派快马连夜把两位老人接到了京城。人世间最割不断的就是血肉亲情。一个人的档案可以伪造，说话可以模仿，但亲生父母的眼睛是绝对骗不过去的。刘明高一看见父母，登时大哭，西行着扑了过去。两位老人抱住儿子，摸着他身上的伤痕，哭天喊地。而那个贾知县看着这两位陌生老人的面孔，整个人彻底瘫软在地上。经过连夜审讯，贾官和黑店掌柜熬不住酷刑，供认不讳。这起震惊大清朝野的科场冒名剥皮局终于真相大白。最终乾隆皇帝大怒，下令将贾知县、黑店掌柜以及参与此案的所有骗子团伙全部处以凌迟极刑，首级悬挂在赴任的要道上示众。而真刘明高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官印，重新走马上任。各位听书的朋友，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算得透利益，却算不透亲情。任凭这帮骗子计谋算尽，连朝廷的官位都能据为己有，可他们唯独算漏了人世间最强大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公文档案，而是那血脉相连的温情。感谢各位的捧场，咱们下期再见。